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晒成酱油色的吴磊卸了偶像妆，才见真演员。谁也不会想到，20年前那个在荧幕上没穿裤子出场的小吴磊，在26岁的年纪会以近乎赤膊的模样，再次让观众眼前一亮。镜头里的他，一头卷发像是被海风揉过的乱草，那条所谓的裤子松垮的如同海边捡来的破布，根本遮不住多少肌肤。曾经白净的皮肤，如今成了被日光和海盐反复腌制出的深褐色，带着粗糙的颗粒感，浑身透着股野劲。有观众打趣说他这是卸了偶像的妆，却攒足了观众的缘。但在真正懂行的人看来，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本分，为角色剥去所有标签，把自己活成角色的样子。这些画面来自电影《东极岛》的片场，一部改编自真实历史的作品，将一段沉在海底80年的往事打捞上岸。时间倒回1942年深秋，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像条鬼船，悄无声息地溜进浙江东极岛附近的海面。船舱里塞着1816名英国战俘，都是从香港掳来的，像牲口一样被运往日本。平静被美军潜艇鲈鱼号的鱼雷撕碎，船体在巨响中裂成两半。混乱中，日军士兵踩着战俘的肩膀跳上救生艇，回头就朝水里的人扫射，子弹在海面溅起密密麻麻的水花。828名战俘永远留在了这片冰冷的海域，而东极岛的渔民们驾着小舢板冲进枪林弹雨，从浪涛里捞起了384条性命。他们不懂什么国际道义，只知道见人落水不能不救。80年后的今天，东极岛剧组带着摄像机来到这里，要把这段故事拍给更多人看。26岁的吴磊饰演阿当，成了那个驾着舢板救人的渔民。确定妆造那天，剧组的人都看呆了，乱发粘在晒得黝黑的额头上，衣裤破得露出大片皮肤，活脱脱一个被海风抽打过、被日光烤透的海岛汉子。那深深褐色皮肤，是他在东极岛的日头下晒了2个月的成果。化妆师说，这下连阴影粉都省了。为了学像渔民，他提前2月就扎进东极岛的渔村，跟着老渔民出海时看他们弯腰拉网的架势，听他们带着鱼腥味的方言，连抽烟时嘴角的弧度都偷偷模仿。每天6个钟头泡在海里练闭气、学摇橹，皮肤晒脱了皮就抹点药膏继续晒。伤口在咸水里泡得发疼，他却跟人说笑，渔民祖辈都这么熬过来的，我这点痛算什么？他把演员明星的架子拆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打理过的头发，没有合身的衣裳，浑身都是海风刻下的硬气，那是实打实的渔民模样，不是装出来的粗犷。东极岛的水戏拍得格外狠，导演管虎非要实景拍摄，不管是翻涌的海浪还是深不见底的海底，都要让演员真刀真枪的去闯。这对有深海恐惧症还带着气胸旧伤的吴磊来说，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水里一带就是10几个钟头，冷得牙齿打颤也咬牙挺着。他说，阿当当年救人的时候，海水比这冷多了。熟悉吴磊的观众看着他如今这副模样，难免想起他一路走过来的样子。2005年的《封神榜》里，他演的小哪吒光着屁股跑出来，圆脸蛋、亮眼睛，活像个刚从年画上撕下来的娃娃，那股天真劲儿让人忘不了。可童星的光环有时也像道紧箍咒。后来好些年，在观众眼中，他仍然是昨天的那个小孩子。《琅琊榜》里的飞流旋风少女里的易峰，都是些透着青涩的角色，跟他本人的灵气倒是贴合。飞流的眼睛像山泉水一样清，
开心了就笑，委屈了就皱眉头，一封也是干净的像块透明的玻璃。但再好的戏路，走多了也会腻，观众的新鲜劲儿慢慢过了，吴磊自己也觉出不对劲。2018年拍《沙海》时，他跟导演提想给黎簇加场崩溃的哭戏，导演当时还劝他，偶像这么哭，不怕粉丝觉得不好看。他却认死理，人都崩溃了，哪还顾得上好看不好看？那场戏他哭得满脸通红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反倒成了全剧最戳人的地方，也让人看到他想挣脱偶像框框的心思。再后来长歌行找他演阿诗勒隼，那个草原部落的首领，得有策马奔腾得很近，还得有藏着心思的深沉，跟他以前的角色完全不是一路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提前3个月就开始练骑马、学武术，把自己晒得跟草原人一样黑。镜头里，他穿着铠甲勒马转身时，铠甲碰撞的脆响里，观众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属于少年的硬朗。到了星汉灿烂的凌不疑，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了。他给角色加了不少小细节，跟人急眼时脖子上抱起的青筋，打仗回来指甲缝里嵌着的泥，连笑的时候都带着股藏着事的劲儿。有人说他没以前阳光了，他听了直说，角色要是不需要阳光，那就得把光收起来。现在东极岛里的阿当，算是他把自己拆得最彻底的一次。现代审美里的精致，他全扔了，没做过的头发，没熨过的衣裳，皮肤被海风啃出粗糙的纹理。刚开始穿那么少，在镜头前晃，他也有点不自在。可看着东极岛的渔民们光膀子在船上干活，被太阳晒得发亮的脊背，他慢慢就放开了，还跟人开玩笑，在海边待久了，光屁股都觉得自在。从当年光着屁股的小哪吒，到如今在东极岛里跟海浪较劲的阿当，从一个童星磨成了能扛得起大角色的演员，吴磊用20年时间。这种改变不是谁教出来的，是他自己琢磨透了演员的本分，就是一次次把过去的自己打碎了，再照着角色的模样重新拼起来。那些精致的外壳被他亲手敲碎后，露出来的是能撑得起角色的筋骨。荧幕上阿当那身被海风晒透的皮肤，每一寸都在说，偶像的光环会掉，但扎实的角色能在观众心里常驻。